张老板买了杭州拱墅区锦上和平府的商铺，不动产权证书已经拿到了，店里也装修好了。张老板说，装修又花了10几万，他准备开一家面馆，专门做杭帮面。我们这个新盖的这个地方，它这个房产公司没有跟那个工商好像是协商好，协商好，所以我们现在到工商去办证，工商说需要相关文件。没跟你讲什么相关文件？没有，就是我们去了几次，他说要出示这个开发商出示的什么相关红头文件。小区的开发商是杭州滨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老板这间商铺的面积有40多平方，每平方8万多元，合同上写的是 S3幢107室，现场商铺的门牌号是王马路79号。你这个合同上写的是107号商铺啊？对，这里是王马路79号。王马路79号，这是商铺是开发商没有定这个，王马路79号之前可能是牌号排的是这个。那你确定107号商铺就是这个地方？啊，对对对，商铺分2种，当时这里一共有2种，一种能做餐饮的，一种是不能做餐饮的。不能做餐饮的可能就5、6万一个平方，我们这边能做的现在就是8万多一个平方。我们当时销售给我们是这样介绍的，卖给我们的。合同写明，本项目 S2、S3楼状商业具备餐饮条件，对附近楼栋存在油烟、异味、噪音影响，审批程序需业主自行办理。我只是一个小销售，当时肯定是领导跟我们说是什么情况，对吧？然后的话呢，如果说是餐饮，那肯定就是餐饮；如果说不是餐饮，那肯定也不是餐饮。那这个老乡说那个餐饮的话，餐饮店铺的话，每个平方是要贵3万块钱啊。那22、23那边，当时他们说那一整排本来就是20多间嘛，也就是那一整排就是张先生他们那边一排，然后加上他隔壁那一排，它是属于餐饮的，对，价格上面肯定是也是有区别的。那就是说那个当时开发商让你们宣传的时候，他买的确实也是餐饮的是吧？对，是的，当时合同上面不是有的吗？所有东西的话都是在合同里面都能够体现的，你可以看一下的嘛。您是滨江的吗？我不是滨江的，我已经离职了。那以前是吗？对，以前我们也只是销售。哦，那开发商的负责人电话你有没有的？开发商，我现在没有他们的电话，你去物业那边去找一下他们，让他们去找领导好了。物业负责人当场联系了开发商相关负责人。那现在他们那个业主现在叫1818黄金眼到我们物业里来，然后说需要房产给他出一个红头文件，承诺这间可以做商铺。那先前的时候不是说合同上有就可以的吗？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啊？征得对方同意后，物业负责人打开了手机免提。这个声明一下，我代表我个人意见，不代表公司。对。是这样的。因为先前来让我们出承诺，我们怎么给你出承诺呀？等一下业主肯定也不同意我们红头文件给他的。是工商所，我们去工商所办证，工商所说一直让我们出示一个你们这里这个商铺可以做餐饮的证明，红头文件。那我这样子就是要工商所给我提出，要所以对我来说代表是那工商所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红头文件，这里不能做餐饮的说明。所以说这个不是，你听我讲完啊。就是现在是这样的。法不禁止即可为是有这个说法的。我们去报批审批的话，没有明确规定这里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为什么现在等我们全部弄好了，现在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要走什么程序？对，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嘛。何经理说，此前市场监管部门给他看过一份文件，工商局那边，他为什么我看过那个，他说他是一个2022年的一个文件吧，一个什么浙江省环保条例，是不是？对。他们给我也看。这个浙江省的环保条例是在我们所谓的批复，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地方，我们是2020年的地，我们的所谓的批复报批是2020年、2021年就弄好了。跟他这个文件是后面发的，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文件是后面发的，我们前面的东西肯定是按前面来的，他是从2022年8月份才开始实行，我地已经造了一半了，已经弄好了，楼结构已经做好了，所有的东西都弄好了。开发商的何经理认为，他们拿地在先，条例出台在后，应该可以办出许可证。那职能部门会怎样回应呢？开餐饮店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开发商的这位何经理跟记者强调，合同写明本项目 S2、S3 楼状商业具备餐饮条件，对附近楼栋存在油烟、异味、噪音影响，审批程序需业主自行办理。我们的合同里面有约定，手续他去办理的呀。那前提是你们跟他讲的是可以做餐饮的，他才花了8万多一个平方买的，对不对？但问题是现在这个商铺没说有谁是现在是工商说不可以做餐饮吗？工商里面明确说过。工商说了。工商他明确说过不能工做餐饮。商不是说你不能做餐饮，工商也没这样说，工商就说你们出示相关证明。他们要什么手续？那这个需要你们就是这边提供给他们的，因为我们这边的房子我们是做好交付给你们的，对不对？那对办理手续过程中，他工商局提的这些要求，那现在就提的这些要求要这个要那个，那我前面就没有，前面这个东西我们去项目批复干嘛的也没这些明确的规定，对不对？我也拿不出来啊。何经理明确表态，他们拿不出市场监管部门要的证明材料。我就很明确了，这个时间我们是前面拿的地啊，把不禁止即可为。我想你们做媒体应该也知道的，他没有规定这里不能做什么。那你说他一定要叫我拿出来这个东西，那这么多商铺，那原来很多商铺连老商铺，那是不是要拿出来了？那这是不合理的要求嘛，对不对？对，那听我说，那现在他只是第一个来反映，那其他买了这个相同性质的商铺的业主还会陆续出来找，所以我建议你们公司方面出面去跟市场监管交涉。这样子的，这个呢，我也会给公司汇报的这个情况。记者陪张老板赶到了杭州拱墅区东新市场监管所，咨询到底需要提供什么材料。这个房子如果建好的时候它就有烟道，那么它应该是有在住建局那里会有备案的了。那你们把这个备案文件给他呀。备案文件给那个社区看呀。因为街道跟你们社区沟通的是说是让你们去那个街道填一个承诺书啊，那个去社区填一个承诺书啊。承诺书都填好了，但是现在他让我去，我给谁？不是，那你去社区填承诺，填了一个什么承诺书呢？填了一个承诺书，现在社区现在还是办不了。那社区办不了，我也没办法呀。张老板说他购买的商铺里是有烟道的，听工作人员的意思是要提供住建局关于烟道这块的备案材料。另一位工作人员出面了。你稍微等一下吧，我们那个分管的副所长在联系街道，可能当时应该是街道跟社区应该是沟通过的，现在社区还是那个什么啦？对，还是就是让你们自己去调资料。对，叫我们自己去调资料。对，你稍微等一下啊，他在帮你联系。经过一番对接，所长出面接待了张老板。张老板，就是说你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啊？那我也了解到了，是在我们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居民楼下，那么作为一个群楼。那么这个呢，根据我们现行的我们的这个餐饮许可的规定，它属于私房联审的范畴。那么它要经过街道、经过城管相应的部门，他们核完了以后，意见上来了以后，居民的意见征求过了以后，到我这里我才能许可的。张老板说，当初销售卖商铺给他的时候，强调过他们这一排商铺是群楼，离居民楼有20-30米远，油烟方面的影响不大。但朱所长表示，群楼也是在居民楼下。因为居民楼下它是严禁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这些项目的。那如果说不属于这些，那么他们已经确认过了，那么他们意见上来了，那么到了我们市场监管这个地方，那么只要到了我这个地方符合要求的，我立马给你发的，不过夜我可以确保。刚才那个开发商给他答复的过程中提到是你们是依据的是2022年什么浙江省环保条例是吧？反正就是有一个这具体的法律法规的呢，这个时间呢我忘记了啊，应该是大气污染防治法出台了以后，包括我们浙江省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包括杭州市的有些地方性法规配套了以后，那么就对发证发照，尤其是居民楼下的这个发证发照，它有了一些严格的限制了。那么就说开发商的说法说，他们拿地和开发是在这个条例之前。至于他在什么东西之前，这个我们不清楚，因为我们现在发证发照，我们是按照现在。按照我们现有的法律法，就像我的这个食品安全法也好，还是我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也好，什么样的法律法规，我现在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现在有效期内的，那你新的许可行为，我肯定是要遵守现在的规定的。至于你说垃圾怎么样子，这个东西因为扯得就远了，那么历史遗留问题或者怎么样子，你跟现在的法律法规这个没法去说清楚的。
朱所长介绍，所谓4方联审，指的是要先征求周边居民意见，汇集到社区和街道，再由城管部门核实油烟、异味、噪音等方面的影响，最后一步才是到市场监管所办理餐饮经营许可证。对此，张老板挺担心的，因为杭帮面的浇头需要现炒，比如虾爆扇面，吃客觉得很香，楼上的居民就未必了。那么我的建议，一个就是你不要开这种有油烟一类的东西的，那么把居民的4方联审做出来，那我们给你发。那么如果说你一定要当初说开发商他给你讲的好了怎么做的，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实在是没有多余的东西了，那么只能是建议你跟开发商去沟通。那么你买了商铺还是租了商铺，他当初怎么答应你的，那他答应你的事情由他来承担责任。朱所长说，想通过我们这个报道提醒一下投资者，能不能经营餐饮店，别光听开发商怎么宣传，最好先到职能部门这里求证一下。188黄健记者报道。